看私信，看私信。我跟你说，没有什么是一个火箭解决不了的。好，胡哥很喜欢你的视频，特地为你去注册了，请有空时做个关于改装车派系的视频吧。以你多年的经验，你怎么看待玩日系改装车和欧系改装车的区别？这两个群体都有自己心中的大哥，比如 GTI R32和 Type R， 你怎么相对理性的看待日系改装和欧系改装的各自优缺点和两派人眼中的对方？这话题啊，问到坎儿上了，真的。首先呢，我自认为我说话各方面还是比较客观，就是在玩日系车玩家，包括欧系车铁粉的以及美系车，其实我个人认为我还是看的比较客观的。日本的改装文化是一套非常非常庞大的体系，走到了今天，其实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末尾的一个高度固化的状态。其实日本的改装文化主要依托的是日本的国内市场。日本的4大综合类改装厂商，第一的 HKS 已经上市了，第二的即将上市的 Trust Greedy， 以及我们国人很少知道的 Blaze 闪电，还有排在第4个的现在已经没落了的 Apache。那这4个品牌，我们国人认知比较高。第一的 HKS 它已经上市了，这个品牌是非常国际化。HKS 西阿法，我相信只要是玩改装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其他的这些大的综合类改装品牌没有人知道呢？其实 Apache 和 Blaze 他们是根本不 care 国外市场的，他们不在乎海外市场，因为本身在日本本土对于改装产品的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日本的改装市场之所以鼎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开玩笑，真的是整个日本的一个国民对于汽车改装的需求大，导致了日本改装文化非常的昌盛。所以说他们的市场有一点封闭，就包括 Cusco， 仅仅在前几年 Cusco 才授权了中国的惠利宝公司来去开发一些专门针对欧系车的产品。那其实他们是脚步是非常的慢的，他们不喜欢扩张，日本人在这一点上非常的保守。那他们的这种保守呢，形成的这个改装文化，让很多日系车的玩家真的是非常的爽，因为你在日本的这些本土改装品牌里面，你就能够得到几乎全部你想得到的改装产品。而接下来问题来了，那我们看到现在从98年过后到2018年中间的这20年，等会儿98年到18年是20年，08年、18年20年，不好意思，我不太会算数。这20年里，日本的性能车本身就显现出来了一个颓势，就是在这20年里面，性能车少，那大家只能去玩一些之前的东西，像斯巴鲁翼豹 STI 这种车，它的动力总成一直不更新，持续20年。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是很罕见的，比如说咱们拿同期的 EA888 这台发动机来做比较，它刚出来的时候烂不烂？一代这发动机说实在烂没边了，就性能来说，你跟日系的那些比它老个10来年的都没法比。但是呢，你今天的 EA88 性能怎么样？今天的 EA88 在发动机领域里面非常的优异，而放在今天来看，日本的高性能发动机本身又不是说特别的多，所以说日本的整体汽车工业的颓势一个下滑，导致了改装产业市场的一个高度封闭，其实是一个倒退状态。很多日本人跟我说，他说 Auto Salon 东京改装展作为全世界的第2大改装展会，第一是在美国的 SEMA， 这2个展会竟然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 Auto Salon 的每年的变化非常的小，而 SEMA 展上面是异彩纷呈，每年都有新的东西不停的在变化，而日本的东京改装展还是在持续着去推崇他们以前的那些文化。从这上面你就能够看出来，汽车改装文化是要仰仗于汽车工业的发展。那日本人非常喜欢玩自己的东西，非常喜欢玩自己本国的车，非常喜欢玩 GDM， 可是你汽车工业不发展，那改装文化就没法跟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铁死忠日系粉？是因为很多车型过剩的发展了它的改装文化，包括斯巴鲁翼豹，包括 EVO， 包括 S2000， 包括 Stelvia S131415 Super，转子 RX7 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经典的日系性能车，
他们太久不更新，只能是靠改装文化的堆积，来让这些车焕发出所谓的青春。而德系车不一样，德系车，宝马也好，奥迪也好，大众、奔驰，不断的去拿出来最新的科技、最新的东西，来填补这些性能车爱好者的胃口。A45、RS3 这些车，他们不怎么需要改装，对，他们性能就已经很棒了。所以说，玩日系车的车迷真的不要有太多的优越感。好像我们很有文化，好像我们怎么样似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什么好自豪的，只是我们这些玩日系车的人守在原地不愿意离开而已。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在不停的变化，看着新的德系车拿出更厉害的东西，看着美系车的 V8 油耗低、性能好、重量轻，看着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玩日系车就只能原地踏步，这就是之间的差别。就德系车迷其实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一群人，他们不仅有这么有情怀的 R36， 有这么有情怀的经典的 MK4， 有宝马的 E36， 有 E46， E92， 他们还有最新的武装到牙齿的高尔夫 R、GTI、奥迪 S3、A45。玩德系车的人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有最新的科技可以玩，但是玩日系车的车迷就是只能靠着当年的一些光辉来吹牛逼。其实说实在的，日系车这些性能车真的太落后了。别看我玩斯巴鲁翼豹，我心里是有这个逼数的，这台车在全方面都落后于奥迪 S3， 都落后于 A45， 落后了太多了。本田Type 2不要聊那个，离我们太远，离我们太遥远，所以说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儿，这个文化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分水岭。我们玩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从提升它的过程当中汲取快乐，而很多德国车，先进的德国车，你不需要太多的提升，你就能够得到比我们更多的快乐。玩日本车能怎么着啊？你不就是比别人会修车吗？对吧？你看看现在开改装店的，大部分都是玩日系车的，为什么呀？那车太老了，它总坏，所以说你总得修，修着修着你就修成老司机了，对吧？修成老司机了以后，你就发现这玩意儿不行啊，这总玩你得靠这玩意儿回点钱呀，一想回点钱就完了，就这一脚就大坑就迈进来了。你买一个不让你省心的车，改修，天天花你好多的钱时间还不行，然后你最后还开了一店，想试图通过圈其他的受害者的钱，然后让你能够改的，有句话叫什么以贩养吸呀，对，那你这么一想，结果这坑就越陷越深，发现改装店还赔钱，然后